动作快点儿，慢了好男人可就要被挑走了。好疼，谁踩我手了？这里是哪儿？我不是执行任务时中弹了吗？怎么来到这儿了？哟，原来这里还有一个。抢什么抢？都给我过来，按战功排名来领。领什么？没死就爬起来，去那边排队。匈奴肆虐，年年与我大前交战，妄图毁我大前人口根基。如今大前有难，男丁紧缺，娘们儿有责。圣上恩赐，尔辈女囚营罪女皆可挑选男人，若有身孕生下男丁，便可免除罪责，离开女囚营。按功绩排名来。楚山桥，你最先挑选。哼！这块头，这不是小马拉达车吗？祖宗保佑，可千万不能被他选上啊！选谁呢？你跟我走，别躲了，说的就是你。哇，你们这些个粉肠，那么不够义气啊！拒绝又不能拒绝，否则下一刻，一旁站着的士兵就能砍死我。可要说让我去伺候一个这样的女人，还不如拼死一搏。慢着，这男人沈将军要了。什么？沈将军是男人了？那可是宁愿战死也不愿牺牲自己身子苟且偷生的人，现在竟然主动挑选了一个男人。总算逃过一劫啊，就不知道是不是刚出虎口又入狼窝。哼，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你以为你能从我手里溜走？知道我为何选你？为何？木台上百人，唯有你眼底没有害怕的觉悟，甚至还有一丝杀气。本以为我的动作不会被发现，不曾想都被这个女人给看穿了。刚才你想杀楚山桥？没错，与其任人宰割，不如放手一搏。有趣。我叫沈清瑶，定北侯沈千钧之女。定千侯沈千钧之女，从原主的记忆中得知，定北侯沈千钧那可是镇守北境的君侯，可惜一场莫须有的谋逆罪，让定北侯一门男子尽数被砍头。女眷不是发配教坊司，就是充军流放。只是没想到沈清瑶如此美艳漂亮，居然没被发派教坊司，反而发配在了女囚营。按照朝廷规矩，想要离开这里，我需要一个孩子，所以别浪费时间了，办事吧。等等，你干什么？敢反抗，我就让整个女囚仪的女人来我的营帐。这个女人的疯狂让我感到害怕，自己差一点都得从木屋中爬着出来。不过让我吃惊的却是，这个女人在我之前竟然没有过别的男人。姬伯达是吗？不得不说，你与皇宫里的那位流落民间的皇子可真像啊！看来我若是想要翻身，甚至为整个定北侯府平反昭雪，或许你便是我的一条捷径。这些营帐错落，看似破旧和无序，却极为适合应对突发情况。不管营地任何方向发生敌袭，都能在最快时间调动全营士卒。而且看似松散的女囚营，居然在营地外安排了明暗双重警戒，戒备森严啊！除非我能够拿到女囚营的布防图，不然真的逃不出去啊！小子，
挺能耐呀，身板不怎么样，居然被沈将军给看上了，倒是走了狗屎运。就是，凭什么这臭小子能跟美人将军？要不是这小子被沈清瑶挑走，我们3个何至于跟着楚山桥？哼，运气好又怎么样？就他这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能撑得过几碗？咱们哥几个也能去伺候这位女将军。让开！哟呵，还挺横啊！老子倒要看看你有多横！还真没想到这小子不仅敢还手，而且出脚还是这般的狠毒。你们还愣着干什么？一起上，给老子弄死他！1对2，勉强是勉强了点儿，这身体已经处于极限了，必须速战速决了。住手！居然还能打架，精力都挺旺盛是吧？是你。总感觉眼前的楚山桥看我的眼神有点不怀好意啊。乔统领，这小子背后说你坏话，被我们听见了，还要动手打人。说我坏话？他说我什么坏话了？他说你长得丑，想得美，还想让他伺候你，找死！糟了，这要是被击中，我脑袋恐怕就要被拍西瓜了。还敢躲？既然退不能退，那就勇往直前！我操！这小子是知道自己死定了，故意送人头！住手！楚山桥，沈将军的男人，你也敢杀？魏红英，我劝你别多管闲事。若是被眼前女人挑走，也是一种福利啊！本以为这个女囚营就只有沈清瑶这样一个绝世美女，却没想到现在又出现一个。这事儿我还就要管，你能怎么样？魏红苗，怎么想打一场？若事情闹大，我定不会好过啊！一群废物，3个打1个都打不赢，还敢在这里搬弄是非！来人，把他们拖回我的营帐。最好祈祷将军不会有一天腻了。现在不仅身陷囹圄，还被这样一个女人给记恨上，真是地狱开局啊！还是小心点吧，楚山桥不会善罢甘休的。多谢魏统领出手相救。不用谢我，我只是在执行将军的命令。走吧，将军让我给你安排个住处，你就住这里吧。除了不能离开营区，平时可以在4周活动。好好休息吧。将军让我告诉你，今晚继续。必须尽快想办法逃离这里。只是想拿到布防图，简直是难如登天啊！还有没有其他什么办法呢？根据原主的记忆，匈奴的进攻袭扰很有规律，几乎半个月就会展开一次。算了算时间，下一次匈奴的进攻袭扰恐怕也快了。一旦匈奴进攻，女囚营必定会倾巢而动，自己完全可以在那个时候找准机会开溜。不过在这之前，我得想办法搞点防身武器，毕竟如今的身体素质太差了。这是将军特意让厨房给你准备的。这是要想马儿跑，还不给马儿吃好草。算完怎么办呢？还是先吃饱再说吧。来人，把他们拖出去！花弄影，有事。统领，那位大人吩咐的事情。闭嘴！你想死别拖累我。若是让沈清瑶那女人知道我与边军的人有联系，会是什么后果？你清楚。统领，别再瞻前顾后了，只要完成了那件事，我们就可脱离女囚营，进入边军。到时候还用忌惮沈清瑶吗？你和那位大人说，本来我是打算挑选姬伯达，然后正大光明的将他给折腾死，但没想到沈清瑶横插一杠子，让我的计划落空了。没想到瘦高个3人去找他的麻烦，又被魏红英的出现再次打破了我的计划。你觉得现在还有机会？统领，若是那个姬伯达经不住诱惑，死在了床上，你在逗我？有沈清瑶在，你觉得那个姬伯达会对其他女人有想法？
统领可别忘了我之前的身份是什么。对呀，我都忘了，你之前可是青楼头牌，对付男人可是你的拿手好事。虽然有可能会因此激怒沈清瑶，但喜情最深还能进入边军的诱惑，足以让我们冒一次险。若是我没记错，在营地外围有着一处堆放损坏兵器的地方，虽然是损坏被丢弃了，但对于现在的我而言，那可是极好的防身武器。几根折断的剑戟，还有一把带有花口的长枪头，居然还有一张折断的弓。捡这些破烂是要对付谁？防身，保住我的身子。女囚营里的女人如狼似虎。防身，保身子，还是想逃走？我不想一直被困在这里。你小子倒是诚实，逃出去容易，可活下去难啊。女囚营所处的位置就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正前方是匈奴的地盘，有着30万大军驻扎，而后方虽是我们大前北关，可镇守北关的边军会给我们活路吗？所以想活命就乖乖留下，我保证你的安全。你到底想干什么？该你知道的时候，你自然会知道。而现在，先办正事。不管怎么样，强壮的体魄才是一切的根本。将军，您为何对他很特别？匈奴快来了，若到时候战况不利，你一定要保他安全离开。为什么？沈清瑶居然会在这个时候考虑一个男人的安危？别问，相信我，只有他安全，或许才有我们的一条活路。经历了昨夜，现在还能跑，真是龙精虎猛啊！难怪会被沈清瑶给看上。匈奴的斥候出现了，赶紧按计划动手，晚了可就来不及了。我知道。可杀伤力够强。不管怎么样，这也算是我目前手里的一件杀器了，在猝不及防下，完全可以做到秒杀。往日给我送食物的可都是沈清瑶特意安排的人，今天明显是新面孔啊！你是谁？小草呢？小草有事，让我替他给你送食物。不过谁给你送饭还不是一样？快吃吧。看来是多虑了。别说男人了，就算是一头野牛喝了也得发狂。匈奴来袭，准备战斗！匈奴来袭，这是我的一个机会。机会，确实是送你去死的机会。我去，但没想到真是来杀我的。反应倒还挺快。再上前必死！怎么，这种破玩意儿就想杀我？别怪我没提醒你，这玩意儿看似短小，可威力却不容下去。没想到那破玩意儿会有如此快的速度和穿透力。看来是匈奴杀进来了，我逃离的机会也来了。好东西！你怎么在这里？沿着树林跑，千万别去北关。为什么要帮我？不是我要帮你，而是沈将军。沈清瑶？为什么？别墨迹了，赶紧走！能不能活下去，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这小子性格坚毅，懂得蛰伏，日后成就必然不低。希望能看在放他离去和露水情缘的份上，为定北侯府翻案。将军，匈奴援兵来了，快撤吧！撤？我们能撤去哪里？北关？那群边军会放我们进关吗？给我杀出一条血路！花怒影未归，匈奴入侵，基伯达估计是活不上来了。看来是时候退回北关，投靠边军了。我们走！混蛋！匈奴来势汹汹，仅凭女囚营的人马，恐怕根本无法抵挡。只希望沈清瑶能够机灵地带着人及时撤退。村庄看来早已没有人居住了，接下来能去哪里？去京城必须要经过北关。原主在军中的陷害，怕是与边军中的一些人脱不开干系。现在稀里糊涂跑去北关，怕不是自投罗网。搜一搜这里，看看有没有漏网之鱼。没想到，匈奴居然来得如此快。这里有情况。找死！你们来了多少人五个，还有3个在村头。若匈奴兵是大队人马，今晚我还真有点危险了。好在只有寥寥几人，若是方法得当，或许还能将对方给全部收拾了。为什么你们这一次会全力攻打女囚营？以前每一次匈奴兵进攻，都会分兵驱赶女囚营，
然后对北关之外的大钱土地进行扫荡收刮。然而这一次，明显就是针对女囚营而来。说，边军有人和我们首领有联系，只要我们消灭女囚营，便给我们送10万担粮食。看来边军里有人吃里扒外啊，只是搞不懂为何要灭掉女囚营。难道这些人就不知道，女囚营驻扎在外，就像一颗钉子顶扎在那里，多少也让匈奴会投鼠忌器吧？现在没有了女囚营，这北关之外的大钱土地，那还不就成为了匈奴的后花园？就等你们进来了。想跑？晚了！饶命！只要不杀我，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哼，饶了你，然后让你又朝着我大钱百姓挥舞屠刀。我叔叔是军需官，要钱要粮子，我都可以想办法给你。军需官？如今我可是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若是能够换点金银或粮食也挺不错。不想死就老实点。居然是魏红英，身后跟着10几个女军卒，个个面带疲惫，显然是从女囚营的乱军中逃出来的。姬伯达，你怎么在这儿？你这是逃到这里了，结果有几个不长眼的匈奴兵蒙头蒙脑的撞了过来，就顺便收拾了。沈将军呢？没跟你们在一起？将军身陷重围，力战匈奴。两世为人，沈清瑶是我第一个女人，唉，红颜薄命。那个女将军没死，被我们将军抓去后方大营当女奴。将军没死，女囚营所属，立刻跟我去救将军。是。等等，将军有难，我等岂能坐视不管？别冲动，救肯定要救，但也要有方法。难道就你这10来人去救，那不是羊入虎口吗？你有办法？喏，他不就是办法吗？让他带着我们混进去，救出沈将军，然后再一把火烧了他们的大营。他似乎真的不一样，遇到危机没有畏惧，只有一种勇往直前的气概。难道这就是沈江看中他的原因？好，我们听你的安排。启禀大人，事已办妥，楚山桥求见。带他进来吧。参见大人。那个姬伯达殒命了。回大人，殒命了。好，做得很好。大人，那属下可否为您效力？楚山桥虽然可以一用，但如此外妙，着实令我心中作呕啊。先下去好好休整，此事容我考虑考虑。大人，派人盯着他，别给我惹乱子。姬伯达，你的计划恐怕不行了。30万匈奴大军，遮天蔽日，就凭我们10几人想要冲进去救人，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哪怕匈奴营是铜墙铁壁，可面对数百头受尽狂奔的野牛，那也得土崩瓦解。改一下计划，野牛怕火怕响。等会儿我们想办法将野牛群驱赶过来，面对匈奴营，然后把火油浇在这些野牛身上，到时候足够匈奴大营喝一壶了。这个时候混进去，可比硬闯潜入安全10倍。可我们没有火油啊！你叔叔既然是军需官，那你应该知道火油放在哪里吧？别耍心眼子，否则……我知道，知道就好。带我去拿点出来吧。我随你一起去。人多目标大，我一个人足矣。而且你们也要趁这个时间将野牛群给驱赶过来。注意安全，保命要紧。老实点，敢玩花样我先弄死你。火油在哪儿？就在那里。认识那是2人吗？认识，认识。你去跟他们说说话，吸引注意力。好，我这就去。记住，敢玩花样，就算我死也要先弄死你。这要是让人知道我悄悄带着你摸进了大营，别说我要完蛋，就算是我叔叔也得跟着完蛋。若是现在我带着人抓住里面的人，说不定还能获得奖赏。这里少说也有数百个，甚至中央还摆放着几10口大缸，里面显然也是存放着火油。这下发财了！快跑吧，不然一会儿可就跑不掉了。漏水了，快灭火！
鬼知道那些火油爆炸有多大的威力，当然是跑得越远越好。基伯达，你做什么了？这太不可思议了！点了一把火，放了一个烟花。你真够猛！谁能想到，有着30万大军的匈奴大营，居然被一个人差点搅得天翻地覆了。将火油着重淋在牛尾巴上，放！守好这里，随时准备接应我。都打起精神，随时准备接应。这是地龙翻身了吗？关闭营门！快关闭营门！虽然知道俘虏被关押在东侧，但大员太大，一时半会儿却找到位置不容易。将军有令，所有人不可混乱，防止敌人袭营。匈奴的这位将军反应够迅速，这也说明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一旦让匈奴大营恢复平静，我再想救人可就难如登天了。我得抓紧时间了。可门口守着的2名匈奴兵丝毫没有受到大营混乱的影响。谁？你怎么会来这里？来救你，快走吧，等匈奴人反应过来，可就不好走了。有敌人，还能动手吧？可别小看我。现如今自己的身体素质，完全支撑不了如此高强度的运动啊！走。好，很好，非常好啊！30万大军驻扎，居然还让人悄无声息摸进大营，毁了火油，烧掉半数粮草，你们都是废物吗？大将军息怒！大将军，火油被烧，粮草损毁，据说有人看见了放火之人。谁？已在营外候命，带他前来问话。巴图，参见大将军。你与巴彦什么关系？回大将军，他是小人叔叔。说你看见了放火烧火油的人，说说那人是何模样，有什么目的？若是全盘托出，那我被俘虏的事情可就掩盖不了。而且协助对方潜入大营找到火油，可都是重罪。到时候就算有他叔叔，他恐怕也只能落一个凄惨下场。大将军，那人身强体壮如牛犊，皮肤黝黑，样貌丑，动作灵活快如风，出手狠辣如杀神。那你可知那人潜入我军营有何目的？救人。他为了入营救被我们俘虏的那名女将军。快，立刻重兵看押大前女将沈清瑶。大将军，有人闯营救走了那名女将。给我追！无论如何都要把沈清瑶给我带回来。希望你能够顺利逃走啊！若是你被抓回来了，那我肯定小命不保啊！巴图，此事你当有功，升你为百夫长，随你叔叔一起为大军守好粮草辎重。稀里糊涂的就升官了，从一名小兵直接越级升任百夫长，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啊！另外，你既然见过潜入大营之人，就由你协助军中画师把他的容貌给我画出来。我那番描述可都是胡言乱语啊！让我画出来，画什么？画一个4不像吗？是，遵命。这下完了，快跟上！就朝这个方向跑。魏红莲他们在前面接应，我留下断后。你什么你？赶紧跑去跟魏红云会合。你放心，我不会就这么丢下你，我会快点跟魏红林会合，一起回来解围。放眼望去，匈奴追兵至少也有几十人，更别提身后匈奴大营中源源不断出现的匈奴兵了。杀！连兵器都丢了，你就乖乖受死吧！完了，还敢鄙视我？不弄死你都对不起我自己。杀一个赚一个，说不定老子还能穿越回去。别追，赶紧撤退！匈奴大营里还有着源源不断的援兵，若是被纠缠住，到时候我们一个也别想跑。狼欺平，快跑！快，跟我一起钻小树林！为什么要留下断后？你知不知道会死的？总不能让你一个女人留下断后吧？再说了，我费尽心思救你出来，若你再被抓回去了，那我所做的一切不都白费了？以后不许这样，哪怕面临绝境，要死也是我先死。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毕竟没有了女囚营，我们所有人可都是无根的浮漂，带着人去北关城吗？可我们全是戴罪之身，到时候的下场恐怕也不会好。
可若是不回北关城，那又该去哪里？或许他应该有主意。你有什么想法吗？我之前落脚的那个小村庄，或许可以暂时落脚躲避，没人，而且还算隐蔽。最主要的是，村庄后面就是山林，就算有匈奴兵出现，我们也能第一时间躲进山林里。好，就去那个小村庄。全是废物，10几个残兵都找不到，你们还有什么用？大将军息怒！息怒！你们让我怎么息怒？30万大军连10几个人都抓不住，我给你3天时间，把这些人给我找出来。遵命，大将军。大将军，粮草因大火损失过半，恐怕已经影响到了军队的维持。损失这么多？是，大将军。巴彦，你身为军需官，此事应该由你想办法解决吧？大将军，光听调拨粮草尚需10日，一时半会儿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除非大前边军能够提供粮草支持吗？对啊，与其辛苦四处筹措粮草，不如让边军送。毕竟现如今边军还欠着我们10万担粮草呢。给边军传信，粮草翻倍，3日内送达。告诉他们，若是不给，兵临城下。是。只要大前边军的粮草送达，那我私藏的几万担粮草就能平稳输入囊中，过段时间悄悄送回部落，然后卖给其他部落，就能赚取大笔银子了。来，压大压小，这把我做主。巴图，滚出来！叔，你怎么来了？玩归玩，动静小一点。若是让大将军知道了，你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是，叔说的对，我记住了。有着亲戚关系，居然对他照样吃拿不要，简直就是没有人性。大将军现在十分恼怒今日闯营的人，你现在也是百夫长了，而且你又见过那人，明日你也带人出去搜寻。叔，我若是被你小子抓到那人，嘿，你就等着享福吧。叔，我还是留在大营守卫。放屁！明日就给我带人出去找。院子里明明倒着几具尸体，怎么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就算是被什么动物啃食叼走了，那也多少应该残留痕迹吧？恐怕这个小村庄还有其他人。怎么了？这里恐怕还有其他人。淡静点，别慌。这些人隐藏在暗处，指不定正盯着我们。暗中告诉其他人保持警惕就行了。这要是放在现代，这群人妥妥是特战精英啊！将军，干柴不多，我去外面找找。我随你一起去吧，多个人也能多找点回来。小心点儿，别走太远了。不应该啊！四周一片破旧和荒凉，完全看不出有人活动的痕迹。可为何那几名匈奴兵的尸体却又消失得那么干净？没痕迹不代表没有人，毕竟像这种十分擅长隐藏的对手，才最让人头疼。先回去吧，季伯达，我能求你一件事吗？魏统领直说便是，我能做到，绝不推辞。若哪天发生意外，你一定要带着将军活下去。放心吧，我会尽全力去避免那一天意外的发生。老鼠终于出现了，别大意，小心被老鼠咬一口。你们是何人？外来人，滚出村子，否则死！看着对方的穿着打扮，还有身上散发的气势，明显是军族的身份啊。但是我见过的边军穿着都是棕色皮甲，可眼前两人身上的却是黑色皮甲。你们是定北军？定北军随着定北侯府的歼灭，便被遣散的遣散，哪怕有些人留下了，可以被收编进入了边军。这里怎么会出现定北军的人？你是何人？定北侯府魏红圈。走，快回去告诉将军，将军，这小村庄里居然隐藏着定北军的残兵。小姐，真的是你？属下秦铁山见过小姐。秦叔，你怎么会在这里？当年你不是已经被匈奴杀害了吗？小姐，当年属下随同侯爷率领大军关外抵御匈奴，可后方送来的粮草却被人动了手脚，10万大军的粮草全被掺了沙土，将士们食不饱腹，这才导致定北军大败。面对匈奴包围，属下率领亲卫营将士断后，虽然命大活了下来，可却也得知了定北侯府被下旨抄家，所以我便带着人在外蛰伏了起来，希望能够等到为定北侯府报仇雪恨的那一天。粮草是被谁动的手脚？当年负责押送粮草的是边军后勤营，具体是谁从中作稿，属下追查多年，却始终没有确凿证据。但可以肯定的是，此事必然与边军脱不了干系。据原主记忆，以前有定北军存在的时候，边军只不过是一支毫不起眼的防守军队。直到定北军覆灭之后，边军这才崛起，成为了镇守大前北境的强大战力。如今看来，定北侯府的覆灭与边军有着极大关系，就算不是主导，但也肯定从中协助。秦叔，这些年你一直带着定北军的残军藏在这里，辛苦你了。属下无能，这些年只能带着几十名弟兄在这边境村落蛰伏，一边躲避追查，一边暗中搜集证据。原本以为定北侯府的冤屈这辈子都无法招驳，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小姐您。弟兄们，出来见过小姐！属下见过小姐。都起来吧，有你们在，我相信不仅能够为定北侯府洗刷冤屈，更能够在以后让定北军的战旗飘扬起来。我问一下，
之前这里的匈奴兵尸体是不是你们处理了？小姐，这位是？他叫基伯达，是我的人。是我们处理了的，毕竟这里不时有着匈奴兵出现，被发现了也会增加暴露我们藏身地的风险。现在天色太晚了，天亮后我再带小姐你们去安全地方休整吧。虽然不清楚这样一个用着皇子身份的人为何会出现在边军，还差点被人给弄死，但归根垫底，他是大前皇子，而我全家都是死在了大前皇帝的手上。要说恨，我肯定是有的，可不知为何偏偏对基伯达我就恨不起来。想什么呢？你不休息一会儿？一时半会儿也睡不着，要不聊会儿？聊会儿，以后再说吧。无论如何，我想要帮这个女人。不过至于怎么办，一切从长计议，慢慢筹划吧。快灭篝火，随我进地道。果然如我所猜，这里有着地道。难不怪之前我虽然察觉到了异样，可就是找不到人。原来全都是躲在地道里暗中观察着我们啊！怎么是这里？上次我可就是在这里被人给活捉了，这次运气不会这么差，又遇到那个瘟神吧？去把这里给我仔仔细细的搜查一遍。大人，此处院子很适合休息。行，就住这里。不过命令所有人提高警笛，必须安排人不间断巡逻。这人是之前被基伯达抓住的俘虏。看样子那场爆炸不仅没有炸死他，反而还升官了。这小子身上穿的可不是普通匈奴兵的皮甲，而是铁甲。在匈奴军中，普通军族穿皮甲，百夫长为铁甲，千夫长为铜甲，再往上便是银甲偏将和金把将军。这人就是一个怂包，要不我们冲出去再抓他一次，问问情况。切勿轻举妄动，外面这可是一个满编的100人小队，且不说你们能不能成功，万一放走一个，恐怕就是大规模的匈奴兵蜂拥而至。这地道通向后山，那边可还有老百姓，千万不能让这里暴露了。秦叔，匈奴肆虐，北关以外的城镇都被匈奴扫荡了数次，怎么会还有老百姓？有能力的自然早就拖家带口的离开，没能力的便只能进入山林寻找生路。别看现在北关之外四处荒凉，可在山林深处还有着许许多多的老百姓。为了山林中的老百姓，我们绝不能为此冲动啊！趁现在没有引起这些匈奴兵察觉，我们还是赶紧离开这里。我想找他聊聊。小子，想表现自己也要分清楚利害关系，莽撞行事只会害了我们所有人。我们前脚刚到这里，后脚就有匈奴兵出现，难道不该搞清楚为什么？肯定是你们留下了什么蛛丝马迹，所以才会引起匈奴兵追踪过来。所以啊，我想搞清楚。有把握吗？放心吧，对付他我有经验。那好吧，你去试一试，若情况不对，立刻撤离。红英，一会儿基伯达若有危险，立刻冲上去救他。秦叔，安排人做好准备，若出现意外，等我们救下人之后，第一时间破坏这里。明白。还需要再等等啊，等一个悄无声息就能拿下他的机会。机会来了，别出声，否则我现在就杀了你！别杀我！转过身。你，眼前这人不就是前日活捉他的那个瘟神吗？难道这就是宿命的纠葛？看样子你还记得我？记得。别杀我，让我做什么都可以。你们为何会来这个村子？巡逻，奉命出来巡逻，刚好走到这里，准备落脚休息。那你为什么偏偏选这里？北关之外村庄不少，不可能这么巧合吧？巧合，真就是巧合。那说说你们匈奴大营有没有什么动静？动静？粮草？对，就是粮草。就这2天，你们大前边军就会给我们送来粮草。边军为何要给你们送粮草？这和你有关。你一把火烧了火油，然后把粮草烧毁了一半。大将军为此大发雷霆，当即就给你们边军的人传信，要把上次攻打女囚营的粮草翻倍。若3日不送到，便兵临城下。上次攻打女囚营，难怪上次匈奴会那么猛烈攻打女囚营。原来这其中还有着边军内的关系。只不过为何边军里的内奸这么想要覆灭女囚营呢？你知道边军是谁在与你们大将军联系？不知道。行吧，你走吧。等等，大哥，放过我，以后你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叫什么名字？巴图大哥，我叫巴图。巴图，你记住，若是敢透露出这里丝毫线索，可就别怪我去你们匈奴大营散播你与我合伙烧火油的事情。不敢，我绝对不敢。怎么样？问出什么了吗？嘘，让我看看你小子的反应如何。这群匈奴兵来到这里只是巧合，不过现在匈奴大营粮草短缺，正在逼迫边军送粮草，不然就要兵临城下。边军给匈奴送粮？大前与匈奴可是宿敌，边军怎么能送粮助敌呢？匈奴攻打女囚营，也正是边军中有人指使，拿出了10万担粮草与匈奴交易。什么？边军中竟然有人如此胆薄包天？谁？不知道。或许我知道这个人是谁。原定北军监军，现在的边军监军，
苏锦之。千军苏锦之，这么多年，我带着兄弟们四处调查，虽然没多少收获，但是各种线索都证明着，当年定北军大败，还有粮草减半供给，都隐隐与监军苏锦之有关。怎么了？就算对方真是监军苏锦之，就算权势滔天又能怎样？别忘了，我们可是在北关之外，边军的手可伸不到这里。我们当务之急，并不是去恐惧敌人的强大，而是徐徐图之的壮大自己。若我们有着足够的实力，还会去恐惧吗？对，我们不能就这么轻易地被敌人给吓唬住，我们要壮大起来，要让定北军的旗旗再次飘扬在这片土地上。胃口真大，粮草说翻倍就要翻倍，准备20万担粮草给他们送去。我们不能就这样放弃。对，我们还有机会。说得对，我们不怕他。原本以为姬伯达只是个想在沈清瑶面前表现的毛头小子，却没想到对方不仅有勇有谋，还能凝聚人心。就凭这份能力，当年定北军中的一些人也未必如此优秀。之前是秦某鲁莽，多有得罪，还望林兄弟海涵。接下来，秦某和定北军的弟兄们愿听小姐和林兄弟的安排。秦将军言重了，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不必分彼此。当务之急是要做出一番规划。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安全稳定的地，悄悄发展。林兄弟这点不用操心，村庄后面便有一处山谷，不仅地势险要，而且出入口还十分隐蔽。现在里面就生活着数百名老百姓。好，那就定在那里。其次便是提升实力，这个实力不仅仅是各位的自身实力，还有兵力，所以我需要人出去寻找其他隐藏起来的流民百姓，将他们全部汇聚过来。这也没问题，附近100里的哪里有流民，我们一清二楚。这件事交给我们就行了。现如今山谷里的粮食本就有些捉襟见肘，若是再吸引来流民，恐怕粮食将会成为大问题。粮食的确是一个大问题，可眼下就有一个机会，能够让我们粮草丰足。什么机会？你要打边军送给匈奴这批粮草的主意？没错，只要我们拿下这一批粮草，不仅能够让我们短时间内不用担忧粮草短缺的问题，更能打击到匈奴和边军中的叛徒。可我们若是夺走这批粮草，不亚于虎口夺食啊！到时候肯定会引来匈奴的猛烈反扑。风险肯定是有，不过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风险放在自己身上呢？到时候只要我们在不经意间留下指向边军的线索，就让他们去狗咬狗吧。既然匈奴攻打女秋营有着边军之人参与，为何早不打晚不打，偏偏是我刚刚被送进女秋营？这其中会不会有着什么关联呢？原主被莫名其妙构陷，然后送入女秋营，随后边军中就有人拿着10万担粮草联系匈奴进攻女秋营，这一切看着就是环环相扣的阴谋啊！从今天起，一切听从姬伯达安排和调遣。小姐，这个姬伯家当真可靠吗？秦叔，信任他，或许才是我们最大的希望。小姐，我需要一个合适的理由。秦叔，你好好看一看他，像谁？容貌俊俏，剑眉星目，若是能够打扮一番，定然是一位翩翩公子。秦叔，这下明白了吧？小姐，可是他并不是已知的几位皇子啊。或许是意外呢。意外？计划虽然都已经安排好了，可真要实施起来，可并不轻松啊。特别是想要从匈奴人手里劫走粮草，人数就是一个最大的困难。怎么了？人少，抢粮计划恐怕很困难，就算成功，也会付出很大代价。要不抢粮计划先停一停，等我们积蓄足够实力再做打算。我们想要积蓄实力，吸引附近的流民壮大，足够的粮食才是最关键的保障，所以抢粮计划必须实行。小姐，姬兄弟，既然不能硬取，那我们不如智取。如何智取？下药，这是附近特有的一种草，因燃烧出现的烟雾能够让一个人沉睡1天，所以被附近的百姓称为嗜睡草。没错，这种草贼厉害。上次我们被一队匈奴兵围困，就是靠点燃这草，将匈奴兵全部迷晕了，才得以逃脱。有一种淡淡的草药味，既不刺鼻，反而闻着还挺柔和。要不试一试？试一试？这里，你这小子该不会是想把我们全给迷偏吧？这不外面现成的匈奴兵吗？正好看看效果。这草药捂着烧，烟雾越浓，效果越好。等一会儿看看效果吧。成功了。姬兄弟，要不将他们全给……不可，这些匈奴兵都是巴图的人，我可是特意留着对方，方便以后行事。这要是把人全给宰了，让巴图一个光杆司令回去，能不能最快速度收集这种枯草？这粗草的效果简直大大出乎我的预料。院子里可是属于开阔空间，一把粗草就能有如此效果，简直就是抢粮计划的最佳助力啊！我连夜带人返回山谷收集，明天一早回来。看来没有问题了。奇怪，
今天怎么睡得那么沉？居然到现在才醒来，不会又是那位活仙王干了什么吧？快点起来，我们快点离开这里！真害怕继续留在这里会莫名其妙的丢了小命。季兄弟，不知道这些够不够？秦将军，辛苦了，3个大部带的粗草，应该绰绰有余了。大人，粮草队伍已于昨夜全部离开了北关城。赵清仓可有知晓？并不知晓。根据安插在那边的兄弟传信，赵大将军染上了风寒，已经卧床好几日了。卧床好几日了，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不死，早点死了最好，这样我就能彻彻底底的执掌30万鞭尸了。大人，收留的女囚营有些不安分，与我们手下的兄弟已经发生了数次冲突。警告楚山桥，若是管不好人，就全部给我滚出北关城！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出发！不管粮草运送到了何处，我们只管前去断云谷。当匈奴接收粮草后，必定会原路通过断云谷返回大营。只要等运粮队伍进入断云谷，随着嗜睡草的烟雾弥漫，到时候我们就能轻而易举地带走这些粮草。季兄弟，运粮队伍还没经过这里，在此休整，等候消息。有着雾气大掩护，嗜睡草的烟雾更会被人忽视，这简直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啊！这要是都不能带走粮草，我算炸弹。5里地，运粮队伍距离这里还5里地。秦将军，你与沈将军带着定北军的老兵埋伏在此，等运粮队伍全部进入山谷后，立刻在谷口点燃嗜睡草。魏统领，你带上其他人跟我进谷，所有人做好防护，我们就等在这里。你们一定要遮住口鼻，毕竟嗜睡草可是不分敌营，万一误熄了，到时候敌人还没到，我们自己这边就先倒了一片。快扇风！点火！大人，谷里雾气好像不对劲。断云谷雾大很正常，胆子这么小，自己吓自己，小心吓死自己。咦，怎么有一股淡淡的香味？不好，有埋伏！快退出去！快上去牵马车！也幸好嗜睡草的特殊特性，燃烧产生的烟雾只对人有用，对动物没有丝毫作用。不然这么多粮草，想要搬回去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你们牵引马车掉头，用绳子将所有马车串联在一起，同时把这些匈奴兵身上的兵器收集起来。那这些匈奴兵，杀！什么不杀俘虏？我可没有那仁慈之心。现在不杀，留着过年吗？吉兄弟，所有匈奴兵都解决了，没有活口。以前匈奴猖狂肆虐，以后我要让他们望京而逃。这几人都是他的手下，是他从女囚营中带来北关城的。统领，你不是说只要我们来到了北关城就能洗脱罪身，进入边军吗？可现在你看看，从我们来到北关城，我们已经死了多少人了？这件事我会给你们讨一个说法的。楚山桥，你还记得这是你第几次说这句话吗？放肆！林霜，你是在质疑我？统领，属下冲动了。下不为例，天亮我便去找监军大人，会给我们所有人讨要一个说法。等着大人召见。楚山桥前来拜见。他来做什么？大人，据说昨夜又有几名女囚营的人遇害，估计他应该是来请求主持公道。女人而已，不就应该伺候人吗？不听话，处置了便是。大人，我们运送给匈奴的粮草被人劫了，护送粮草的匈奴尽数被斩杀砍头了。可是赵清仓做的。根据监视的探子汇报，劫走粮草的人是女囚营的沈清瑶。沈清瑶，立刻派兵给我绞杀沈清瑶！属下遵命。等等，楚山桥可还在外面？还在等候大人召见。现如今的北关城，我与大将军赵清仓势均力敌。若此时再派兵出去绞杀沈清瑶，必定导致我示弱。所以为今之计，楚山桥和他手下的几百女军卒，便是一把最好的刀。就算这一群女人在外面死完了，我也丝毫不受损失。而且楚山桥与沈清瑶相处时间不短，定然对其有着几分了解。用楚山桥去对付沈清瑶，恐怕是最合适不过的。楚山桥，
何贵找我？属下求大人做主。大人，我带领女囚营投入大人麾下，是想为大人分忧。可现如今边军中却有人欺辱我等，还请大人为属下等人讨一个公道。什么？居然有此等之事！此事本官定为你等做主，那些欺辱你等的人定该重罚，本官绝不姑息。果然，监军大人并没有欺骗我。此事若监军大人出面，我不仅能够在边军中立足。谢大人。不过近几日，北关城外有一队兵马猖獗，据说是由一群女子所组成。沈清瑶，看来那一次匈奴攻破女囚营，并没有除掉沈清瑶啊！大人，此等人断然不可留，务必除之。你不知这些人是谁？大人，属下应该猜到了，这群人恐怕正是女囚营逃离的一些人吧？没错，正如你所猜一样，这群人就是女囚营逃牢的人，而且领头的人不是别人，是你的老熟人沈清瑶。真是的！怎么，怕了？大人，属下不怕，请大人将此事交于我操办，属下必定将沈清瑶斩于马下。好，若乔统领顺利完成此事，本官不仅当众为乔统领讨回公道，惩处他人，更会力荐乔统领提升为校尉。属下谢过大人。好，事不宜迟，你即刻带人出城，务必早日完成此事。拿上我的令牌，派人跟随楚山桥一同前去。若是楚山桥行事不利，立刻除掉同时接管他的人。苏锦之这个混蛋，用20万担粮草资敌，这与卖国贼有何差别？大将军勿急，大将军，苏锦之虽通敌补助，可幸好被沈清瑶沈将军劫了粮草，不然这20万担粮草落入匈奴手中，北境之中我们的处境将会更加困难。沈清瑶，不愧是定北侯之女，有其父亲的战场风范啊！没错，沈将军虽是女儿身，但用匈奴人头铸荆相，此等做法，恐怕连许多男人都自愧不足。只不过此事定会引起匈奴疯狂反扑，甚至就连苏锦之恐怕也会暗中派出人手针对沈将军。不行，我们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沈清瑶那丫头四面楚河。即日起，派出巡逻队出关，明面上是盯匈奴动向，暗地里给我寻找沈清瑶一行人的踪迹。末将遵命。统领，我们的任务到底是什么？任务很简单，寻找沈清瑶，然后……沈清瑶她没死。监军大人说了，只要我们把这件事办好了，他承诺我们的一切都会兑现，洗清罪身，入职边军，以后我们就能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太好了！统领，监军大人不会又如上次一般，只承诺不兑现吧？哼，林霜，你不信我？统领，你让我如何信你？你找死！我没事，扶我站起来。统领，我们跟随您就是最大的信任，可你对我们……闭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只要完成好这一次的任务，监军大人就会兑现承诺。这也是我好不容易才向监军大人求来的。可是你居然一次又一次的不信任我。既然如此，那我选择退出，自寻生路。退出？北关之外匈奴肆虐，你离开是自寻生路还是自寻死路？那就不劳统领大人担忧了。我们走。你走可以，但不能带他们走。楚山桥，你别欺人太甚。你们可想好了？但凡选择跟他，那就是我楚山桥的敌人。大人，杀！眼前的混乱，只有杀了你才会结束。快走！我不所属，撤退！追！不要放跑他们！季伯达，你不会和将军忙了一夜吧？你怎么知道？你这屋咯咯咯咯的响了一晚了，我怎么会不知道？快跟我进来。虽然我跟沈清瑶及其长大情同姐妹，还曾许诺过要一起嫁给同一个男人，永不分离。可你小子好歹让我做下心理准备啊！你一夜都在做这个？这东西叫竹刺连弩，青竹的韧性加上麻绳的紧绷，一旦释放，3根青竹将会瞬间射出去，而且射程不低于30步。威力如此之大，射程还这么远，
这要是被射中了，那还不是串花葫芦了？别碰！这可是我用山里的毒藤榨出来的汁水，见血封喉。青竹莲弩就已经够可怕了，现在还在青竹剑上涂抹了见血封喉的毒藤汁，这简直就是要把匈奴往死里弄啊！我能试试吗？对准前面的幕墙，按下这主板就可以了。好大的威力，厚实的幕墙都能深深扎入。这要是一名匈奴兵，那还不直接来个对穿啊！成了。将军，发生什么事了？没事，刚刚是我试验了一下基伯达制作的武器。试验武器？咦，你怎么在这里？怎么样，威力如何？威力简直出乎意料的好，火油加嗜睡草一起放入陶罐，扔出去一摔就炸。同时嗜睡草燃烧的烟雾瞬间能够迷晕一大片敌人。捣鼓了这么多天，终于算是有成果了。虽然目前还无法制作火药，但火油的爆燃正好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嗜睡草的效果，这也让我们多少有些保命的底气了。至少再遇上匈奴兵，也不会像之前那般心有余而力不足了。现在凭借青竹莲弩和火油迷罐这两样武器，哪怕是与一支匈奴的100人小队对战，我们也完全无惧。现在可以立刻安排可靠人手，开始大规模地制作这两样武器了。快，速度再快点！战场上体力为王，打不死敌人，耗也能耗死敌人。将军，这种强度的训练，他身体恐怕会吃不消的。由他去吧，他想让自己变强，我们只能支持他，不能阻止。出事了，季兄弟，外面村庄有情况。什么情况？一群女人冲进了村庄，好像是被人追杀过来的。如今的北关城之外，匈奴肆虐，一群女人却出现在这里，并且还是被追杀。将军，会不会是我们的人？是不是？去看看就知道了。让山谷里的人做好备战，同时也将已经制作好的青竹莲弩和火油迷罐布置到了山谷外的山林里，以备不时之需。真是女囚营的人，中间坐在地上的人叫林霜，是楚山桥的人。为何现在这群人会出现在这里？先看看情况再说。是遭受匈奴袭击落单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要不我们出面试探一下？不行，是敌是友还不清楚，而且外面还有人在追杀他们。先看看情况再做决定。大人，现在我们该怎么办？继续跑。楚山桥对我们如此紧追不舍，无非就是害怕我们找到沈将军他们。可北关城外这么大，我们又如何能够找到沈将军他们？会找到的。这一片一片的流民都在统一朝着这里转移。若我没猜错的话，沈将军他们应该就在这里。流民的转移是个雷啊！连林霜这种逃命的人都能察觉，恐怕要不了多久，匈奴也会察觉。看样子，转移流民的事情还得更加小心了。林霜，你逃不掉了！金铁山，你带人拿上几罐火油迷罐，从地道绕到外面，看准时机就丢出去。明白。你要救他们？我们的力量弱，这群女军族也算是一股有生力量了。而且楚山桥必须死。撞门，给我冲进去！给我围起来！大人，我们冲出去跟他们拼了！我们还不能死，就算死也要留下一个人，把楚山桥的阴谋告诉给沈将军。什么阴谋？沈将军，这里有地道，赶紧离开。林霜，背叛我，今日就是你的死！楚山桥为何要对自己人痛下杀手？那又如何？背叛我的人就得死！真是没想到，你居然躲在这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沈清瑶，今日也将是你的死期！说大话不硌牙吗？基伯达，你怎么没死？你死了，我都不会死。好，好，好，看样子花弄影是栽了。不过既然你们都在这里，那今天谁也别想轻易离开。那个女军族是你派来的？动手再说。动手！什么鬼东西！混蛋！沈清瑶，不杀你难消我心头恨，还愣着干嘛？快把这些该死的烟雾给我弄掉！所有人退出去，把村庄给我围住！我就不信这些白雾会一直存在。只要等白雾消散，第一时间给我掘地3尺的搜寻沈清瑶等人！快，都捂住口鼻，屏住呼吸！楚山桥肯定会带着人冲进来，到时候的地道肯定会瞒不住。看样子必须弄死楚山桥，不然地道一旦暴露，那可实在太危险了。快擦擦，别被嗜睡草的药性沾在身上了。立马安排人在这个出口布置几架青竹莲弩。好，
你带一部分人拿着火油迷罐绕去村子，一旦楚山桥有撤退的迹象，就把火油迷罐扔出去，尽可能把他们全给留下。是。虽然这里能够打楚山桥一个措手不及，造成一些伤亡，可一旦楚山桥原路返回再逃离这里，恐怕后患无穷。废物，全是废物，还愣着干嘛？进去搜，就算把屋子拆了，也要把他们全给找出来。统领，这里有个地道口，给我追进去，不惜一切代价也得把人给我抓住。统领，这地道毕竟谁也不清楚地道里的情况，万一里面有埋伏，那可就真是送人头了。闭嘴！你第一个下去。来了，大家做好准备。没事，可以出来。你们立刻向附近散开搜索，确定没问题，再回来向我汇报。看来等不到楚山桥的出现了。攻击！都给我冲出去，杀了他们！我去！退！快退回去！楚山桥那么大的体型，等会儿该怎么把它给拖出来呢？混蛋！混蛋！统领，我们现在怎么办？撤退！先离开这里，再做打算。沈清瑶，你给我等着！还来！快撤！捂住口鼻，跟我跑！统领，这边！统领，要不我们回去救他们吧？快走！现在还能跑掉，可要是被沈清瑶给抓住了，到时候想跑都跑不掉。终究是没有留下所有人啊！将军，这些女人怎么办？怎么办？还不赶紧去找绳子，把他们全绑起来，让鸡兄弟来处理。正愁兵力不足，没想到楚山桥就给我送来了这么多女军助。秦铁山，鸡兄弟有什么吩咐？派一个兄弟回去摇人，让他们过来帮忙。另外，地道里还有几十个女军卒，也派人进去把他们给拖出来吧。好嘞。统领，我们该怎么办？回北关城，找监军大人。只要能让监军大人派兵而来，沈清瑶必死无疑。我们真还能回北关城吗？你们不用回去了。什么人？楚山桥，你可真是一个废物！监军大人交给你的任务不仅没有完成，反而损失了全部人手。你觉得监军大人还会需要你这种无用之人吗？监军大人，各位兄弟，能否给我一个机会，让我面见监军大人？给我一个理由。季伯达，他没死。监军大人曾命我要他命，那一次失手了。此话当真？千真万确，只有我知道季伯达在哪里。若能够解决季伯达，必定大功一件。只要能让这些黑衣人放下杀心，我也能面见监军苏锦之，就能借此机会爬起来。跟我们走吧，让大人亲自发落你。看样子，这些人并没打算放过我。去死！丑女人，警惕心很强啊！杀我！监军大人的事情，别以为我不清楚你心里的想法，别天真了。若我没猜错的话，基伯达应该就在刚刚的那个村子里。天真？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真以为基伯达就在刚刚的村子里？